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美联储和白宫之间的对抗。你别看特朗普，好家伙，三天两头甩出来一个重磅政策，被市场震惊一下。但我感觉他跟美联储之间的矛盾，才是被市场严重低估的一个巨大风险。这处理不好，都不是什么黑天鹅事件，很有可能会变成一颗金融核弹。咱先放松一下看看特朗普和鲍威尔之间这个骂战。但有一说一特朗普喷垃圾话的能力确实没得说，连续喷了鲍威尔好几个月都不带重样的。上任第一天开始就炮轰美联储，说他应该立刻降息，多次指责鲍威尔行动太晚太慢。你看看人家欧洲早就开始降息了，都已经连续降息7次了，怎么就你个倔老头降一半不降停了？当然倔老头是我帮他加的。而鲍威尔这边呢，每次都是不紧不慢的说，我们要依赖数据，我们要 data dependent， 我们要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但到了4月份，特朗普这边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狂暴模式。美联储要是再不降息，美国就完了。鲍威尔越早走人越好，如果我想让他走，他就待不了多久。意思就是说，想要开除掉鲍威尔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当天回怼说，美国总统没有权利开除。你本来以为战火升级了吧？结果第二天，特朗普又软下来了，说我没有打算解除鲍威尔的职务呀，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们听错了吧？但是呢，他就开始给鲍威尔起外号，管他叫 Too Late Powell， 太晚先生。你太晚先生就是个蠢蛋，啥也不懂。其实双方的矛盾说到底就是特朗普想让鲍威尔降息，赶快降息就不降，就这么点事儿。这背后的逻辑呢也不难理解。美国政府这边我们上期视频分析过，它虽然有那么多目标，但是当下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没有之一就是缓解财政压力，而重中之重就是要降低政府的借债成本，也就是要降低利率。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希望美元贬值来缓解制造业外流的压力。你看这两大目标都是需要降低利率，这个就是白宫这边主要的诉求。为了让鲍威尔配合特朗普这边就唱黑脸，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就唱白脸，每个星期去跟鲍威尔吃早餐，软磨硬泡。而美联储这边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控制通货膨胀。最近1年呢，美国的通胀其实已经控制在3%以下了，所以你看去年美联储也已经降息了100个基点。不过今年呢，因为特朗普这边政策不确定性太高，尤其是关税极有可能引发通胀的死灰复燃，所以鲍威尔今年就暂停降息，说我得再看看，我得看到明确的数据证明物价已经确确实实的冷却下来了，我再降息。所以两边的诉求你看简单清晰且冲突，导致特朗普这边对鲍威尔的疯狂输出。咱们今天就借着这个事儿来聊一聊美联储，它跟美国政府、跟财政部、跟白宫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可千万别以为特朗普就是个特例，其实一直以来，美联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央行和美国的历任总统，这个可以说全世界权力最大的人之一，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它不是简单的相互独立，也不是沆瀣一气穿一条裤子。咱们为了能够深度理解美联储跟白宫之间的爱恨情仇，理解这里边的逻辑，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带大家能够快速看一下过去1个世纪美联储经历的8大战役，他自己的独立战争，然后咱们再来分析分析特朗普现在可能会怎么治鲍威尔。我跟你说可有意思了，废话少说，我们开始。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一个由12家储备银行联合构成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成立。法律上规定它独立但受监督，可以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其实这个时候它的独立性只是理论上的。早期的货币政策基本上还是得配合财政部的需求。总体来说，独立性满分要是10分的话，我给它打5分，还不及格。而很快，美联储就迎来了第一场战役，就是1930年代的黄金之战。美联储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实施的还是金本位制，法律就要求你每发行1美元货币，就必须有40%的黄金作为支撑。所以美联储它其实有点像一个终极的黄金商人，收留多少黄金就对应的印多少钞票。这个金本位制，它虽然听起来非常合理，严格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但这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它逼得美联储在越萧条的时候反而越紧缩，加剧了经济震荡的幅度。1929年大萧条爆发，大家就不停地找银行去换黄金，美联储的黄金储备从45亿美元骤降到了32亿美元，这就大大限制了它发行货币的能力。在这个最需要刺激政策的危机高潮，美联储反倒被限制死了，还得紧缩。所以当时白宫这边罗斯福总统就率先出招了，1934年颁布了黄金储备法，放弃了金本位制，以后这个美元就没有黄金背书了，同时让黄金国有化，所有的民众都得上缴黄金。关键是他上缴的对象不是美联储，而是美国的财政部，而且他要求美联储把绝大多数的黄金也得归财政部所有。此招一出，一方面几乎完全收回了美联储在黄金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这边，美联储能控制的那个贴现率，基本上财政部说多少就是多少，要优先满足国债发行的需求，基本上完全架空了美联储。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事后就回忆调侃说自己名义上贵为中央银行的主席，那么风光，实际上呢，感觉就是给财政部打下手的，做一些非常基础行政工作的人罢了。
这之后呢，很快就迎来了2战，而为了应对战争，美联储就连表面上的独立性都没了，财政部基本上可以说是摁着他的头签了协议，要求美联储按照一个非常低的利率2.5%以下购买国债，帮助财政部融资。所以你看这个时期，美联储它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但实际上呢，就是财政部的一个附属机构。黄金之战，美联储败，独立性评分2分。本来2战之后呢，美联储这边应该独立一点了，不给财政部兜底儿了。但美国政府又要开始打朝鲜战争了，政府还是需要钱。杜鲁门总统当时就还想延续美联储印钱买国债这个模式。这回美联储算是硬气了一把，毕竟因为之前印钱太多，美国当时的通胀已经超过9%了，再这么下去，经济就真的要出问题了。所以美联储当时就说不行，他就没同意杜鲁门的要求。经过几次非常艰难的交涉之后呢，当时的财政部长也是杜鲁门的一个好友，就使了个阴招，他没跟美联储沟通，就在1951年1月直接公开演讲，说美联储已经同意财政部的国债购买方案了。当时美联储主席一听就急了，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双方矛盾激化。毕竟美联储这边它法律上还是独立的，它还是有一些硬刚的资本的。他就说，如果你财政部还是这么态度强硬的话，之后我们的政策可就完全自己独立决策了哈，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双方在经过了1个月激烈的公开冲突之后，最后财政部让步了，美联储跟财政部就签订了著名的1951货币协议，财政部同意美联储不再以固定利率购买国债。而市场普遍认为呢，当代美联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就是从这个1951协议开始的。独立之战，美联储胜，独立性评分6分。作为谈判的代价呢，当时美联储的主席就辞职了，接替他的呢是财政部这边一个当时负责谈判的助理部长，叫做威廉·马丁，这个名字很重要，记住。你看啊，本来财政部他想的挺好，我在美联储安插一个自己人，这样之后就算我签了协议，政策上也可以配合一下。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安插进美联储的这个所谓的自己人，却成了美联储独立的奠基人，就任接近20年，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美联储一栋大楼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丁这个人我稍微聊2句哈，你光看他履历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非常聪明。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去到了一个经纪公司，2年蹭成了公司的合伙人，29岁成了纽交所董事会成员，31岁蹭成了纽交所的总裁，被称为是华尔街神童。2战期间入伍，蹭成了上校，2战之后进了财政部，蹭成了财政部助理部长，然后蹭又成了美联储的主席，而且一当就是19年，挺厉害的哈。他在任的这19年，我感觉是非常深刻的影响了美联储的政策逻辑，还有跟财政部之间的博弈关系。凭借着之前签订协议的这个法律保护，马丁的态度明显比之前的美联储主席要强硬得多，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控制物价作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1952年到1965年13年间，美国的平均通胀率只有1.3%，史称叫做马丁奇迹。1965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财政又紧张了。当时约翰逊总统又开始给马丁施压，让他货币宽松。马丁就说了，我就是不降息，不光不降息，我还要加息0.5%。你说气不气人？当时总统约翰逊真的是气得要死，就说我们的孩子在越南死去，而你却不肯印钱。其实要我说哈，马丁要放在今天，那绝对是鹰派中的鹰派。当时其实美国通胀还不到2%，但马丁就觉得失业率太低了，他有经济过热的隐患，所以他还是把利率生生的加到了4.5%。不过呢，其实这也并不是说马丁他就是铁板一块，完全不鸟政府的需求。他的风格呢，我总结哈，就是原则上强硬，但是间歇性认怂。你比如说1953年艾森豪威尔给他施压，1960年代肯尼迪给他施压，他其实都让步了，配合了财政部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说呢，马丁确实是树立了非常好的一个独立的美联储，但其实他的独立性并不完全源自于权力，源自于法律保护，而很多是源自于他的平衡之术。他就创设了一个叫做4人会，这里边包括美联储主席、财政部长、白宫预算主任，还有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4个人没事就坐在一起吃个饭，充分的沟通，也帮助美联储去维持跟白宫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鲍威尔整天跟贝森特吃饭的这个传统，就是从那个年代延续下来的。这个马丁时代，我也把它算作一个战役了哈，可以算是美联储胜，独立性评分上升到了7分。你是不是好奇这什么时候再往这上呀？我顺便说一下，这个分呢，就是我个人主观打的，它没有任何权威性。你要觉得不对，那就是你对，嘿嘿。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美联储跟美国政府说到底，他们大部分时候的分歧就是美联储觉得需要加息、需要紧缩的时候，美国政府不让。经济学家赫茨尔就评价过，美联储主席经常要面对的是一个对加息抱有敌意的总统和国会。他为什么有敌意呢？其实作为政府，他不喜欢加息的主要原因有2个，一个就是加息会抑制经济，而大家衡量一个总统表现的怎么样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他执政时期的经济表现。
所以历届美国总统给美联储施压最猛烈的一个时期，一般就是选举年的前一年，尤其是连任选举年的前一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政府的债务，利率越高，政府的借债成本就越高嘛。所以每次打仗需要钱的时候，财政部这边给美联储的压力就格外大。你看这两个点，经济发展和债务成本都是美国政府这边最核心的底层利益，所以总统啊、政府他们有时候也挺无奈的。你要是赶上个非常鹰派的美联储主席，物价倒是控制的死死的，但自己在任那几年呢，经济可能就会非常糟糕。这美联储主席还能一直连任，对吧？比自己还能熬，最后大家骂的还是当总统的自己。所以你是不是也能理解为什么美联储一加息，总统恨不得条件反射就得跳起来嘟囔两句，而反过来一降息，总统这边就很 happy。你看特朗普第一任任期的时候，鲍威尔在2018年连续4次加息，特朗普直言不讳的对鲍威尔跟美联储一顿输出。但疫情一来，鲍威尔这边非常迅速的紧急降息到0利率，还开启了量化宽松，这特朗普就非常罕见的夸起来了，说老鲍干得真漂亮。好，我们继续回来看马丁时代哈。怎么还是马丁？哎，别急哈，他马上就要被撤了。到1969年，美国的通胀开始快速攀升，马丁强硬的加息了1%。这个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一下就怒了，他刚在前一年选举的时候承诺美国的选民要重振美国经济，结果一上台赶上马丁这么个倔老头，就公开炮轰马丁，说你这是在把美国的经济推向衰退。而马丁呢，这都当了快20年的美联储主席了，腰杆子挺得笔直，完全不搭理尼克松那边的施压。尼克松他就想赶紧把这个马丁给换掉，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美国总统他在法理上是不能随随便便就开除美联储主席的。哎，尼克松当时就使了个阴招，因为马丁的任期是在1970年，就是下一年到期。尼克松虽然没办法直接让他下台，但是他提前宣布了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叫伯恩斯，也是他的自己人。这样呢，就让市场上所有的目光、所有的重心都转向了这个继任者伯恩斯的头上，实际上就相当于架空了马丁，这就约等于提前让马丁下台了。你看这是不是跟现在的鲍威尔挺像的？鲍威尔的任期也是明年到期，特朗普对他也是疯狂炮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猜测特朗普会使出当年尼克松那招，提前宣布鲍威尔的继任者，去架空他。而当年新上任的这个伯恩斯，在被尼克松保送上台之后，他的政策风格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言听计从。一上来就降息，后来72年为了帮助尼克松连任又降息，而且他很多时候都不是尼克松施压这个伯恩斯才降息的，是伯恩斯非常主动的降息。哎，我是怎么知道的哈？因为后来发生了著名的水门事件，这个白宫的录音恰巧就暴露了一些尼克松和伯恩斯之间的对话。比如说1971年12月10号的时候，伯恩斯就跟尼克松打电话说了：“总统先生，我想让您知道，我已经降低了贴现率，降到了4.5%。”尼克松就很满意啊，连说了3声 good good good。还有一次，伯恩斯就说了：“在我看来，我已经尽我所能帮您成为了总统，树立您在美国历史上的声誉和地位了。”你看这配合态度多么权力，都不用您张嘴，我就提前给满足上。哎，当然我说的稍微有点戏谑了哈，感觉这个伯恩斯跟个舔狗似的。实际上呢，他也是一个学术成就非常高的经济学家，他也跟尼克松周旋，但是呢力度不太够。从结果来看，这个伯恩斯时期，美联储可以说是拱手让出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独立性评分3分。不过俗话说得好，物极必反，不破不立。伯恩斯时期他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就是因为他这个主席当的实在是太烂了，国会这边就开始严格审查美联储的政策，不能让他乱搞，尤其是不能在总统的授意下乱搞，明确的规定了美联储这边物价和就业的双重目标，要求美联储主席每半年就得跟国会提交一个货币政策报告，而且还得出席2院的一个听证会。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听证会，我就感觉美联储这个主席可可怜了，虽然贵为主席，但坐在国会中间2个小时，感觉就跟个犯人似的，得被连番审问。你为什么要加息呀？为什么通胀这么高啊？你为什么要印钱呀？为什么这？为什么那？你10万个为什么？而且每年就这样的要2次。我开始看的时候，真被这个架势吓着了。我觉得我要是坐在那儿，我非得哭了不可。哎，跑题了。我们说回来，总之在伯恩斯时期之后呢，国会在制度层面大大加强了对美联储的审查，而紧接着就迎来了美联储的高光时刻，就是他的下一任主席保罗沃克。你看这个高光时刻哈，首先人家个儿就特别高，2米多高，这通胀看了都得低头。嘿嘿。1979年，这个保罗沃克上台的时候，面对的可以说是美国经济近10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了，14%的通胀率，7.5%的失业率，还有失控的黄金价格，美国的经济陷入了滞胀。而沃克上台以后极其强硬，目标就是要保物价，要把这个通胀给压下来，把联邦基金利率从11%涨到了20%以上。之后通胀瞬间就被压制，从80年的13.5%到83年降到了3.2%，史称沃克奇迹。我真假的？不过我跟你说，你可别以为他当时加息就跟咱们这么3两句话这么简单，当时他是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加息到20%，直接导致美国陷入了2战之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1982年的失业率飙升到了10.8%，一些中小企业还有农场主大规模破产，他经常会受到死亡威胁。卡特总统私底下抱怨，里根总统试图干预，都没用。沃克说了就得按我的来，他甚至直接拒绝白宫的邀请，说美联储不服务于任何政党。这段时期可以说是美联储跟美国政府矛盾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了。但是时间证明，沃克的选择是对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对，是非常的对。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阵痛之后，焕发了少说也得有20年的活力。那时候，美国刚刚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久，沃克这种强势维护美元通胀的做法，极大的增强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可以说是奠定了美元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也是从沃克之后，虽然美联储有双重使命，但是当他俩发生冲突的时候，通胀一般都排在前面。沃克时期，美联储的独立性评分，我给他9分。沃克的下一任格林斯潘当了18年半的美联储主席，也是第2场的。如果我用一个词儿总结他的任期就是和稀泥。我跟你说，这个格林斯潘他简直就是一个语言大师，把这个语言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就是非常的模棱两可，你怎么理解都行。比如他经常说，如果你以为你听懂了我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你到底什么意思？不说。他还特别爱用比喻，比如说他说市场是非理性繁荣，那到底是繁荣还是过热呀？不说。去国会这边听证会回答问题也是不置可否，主打一个怎么说他都有理。我感觉他是不是领悟了一些东方的语言艺术？但是格林斯潘他其实非常好的平衡了市场和财政部的需求，也是从他开始，美联储讲究要充分沟通，要同步市场预期。作为横跨4位总统的4朝元老，他在任期间的威望可以说达到了所有美联储主席的顶峰。到最后，美国总统连牢骚都不敢发了。独立性评分8分。当然了，格林斯潘他有威望，他维持住了美联储的独立，并不是说他就没犯错。他过度放宽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可以说是导致了08年次贷危机最底层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了。你发现一个规律没有这个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他其实不是控制好通胀就完事儿了，他本质上呢是夹在市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它可以影响市场，而政府呢又可以影响美联储。美联储在中间，它不是说我坚定不移的站在市场这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白宫肯定会想办法治你。而它如果倒向政府这边，那就更严重了。市场可能就会反过来冲击美元，把美联储、美国政府一起给治了。所以美联储它其实要在这中间寻求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维护独立性，赢得市场信任的同时，你又不能惹得政府、惹得总统这边太不高兴。你看马丁跟格林斯潘，为什么他俩能做那么久？其实不是因为说他俩就是单纯的强硬，而是他们非常讲究这个平衡，非常会周旋。中间这个尺度拿捏的非常好。你看马丁，咱刚才说了，风格就是原则上强硬，间歇性认怂。格林斯潘这边是和稀泥，都是很会变通，坚守独立，该圆滑也知道圆滑。这样每次换届的时候，总统他虽然可以任命一个新的，但总会感觉这个主席也就是有点倔吧，该配合的时候还是能合作能配合，市场还那么信任他，要不就不换了吧。而后金融危机时代呢，就迎来了伯南克和耶伦2位主席，他们的独立性怎么样呢？我只能说表面上政府没太干预他们的决策，但实际上的独立性呢，看不太出来。因为这段时期美联储的政策跟政府的需求可以说是完全匹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这边10多年低利率、大放水，还量化宽松、印钱买国债，这些政策既是市场的需求，更是政府希望看到的。两边的需求同步了，美联储这个中间人夹在中间就非常好做。所以这段时期你也很少听见总统对美联储提出什么异议，也就剩每次国会那个听证会还能稍微有一点火药味。所以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美联储的独立性，我就给个7分。你看咱们刚才说的，美联储跟财政部拉拉扯扯这么多年，主要围绕的都是要不要降息这种货币政策。不过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还大大增强了一个权利，就是监管，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管。监管这个权利其实美联储一直都有，咱刚才没怎么提，因为之前这个作用不太突出。但是08年之后，美国通过了重要的 Dodd-Frank 法案，大大加强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而很主要的一个执行者，就是美联储。所以现在华尔街投行的人一听这个法案头就大，各种风险指标、资本充足率等等非常严格。你要说是不是有点矫枉过正呢？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点，但你不过正其实很难矫枉。就这么严之后，还有硅谷银行等等一些小银行倒闭了呢。围绕着监管权的独立性斗争呢，其实在20年之前阻力还不大，毕竟那时候美联储大规模的印钱，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大家都挣钱，那也不说什么。但现在呢，利率加上来了，紧缩的同时监管还这么严，阻力就上来了。你别看现在特朗普天天嚷嚷着要让美联储降息，其实你从贝森特的采访里就能看出来，从制度上他们想开刀的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是他们监管的权利。好，终于来到了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贸易战时代，或者叫特朗普时代。这个鲍威尔的感觉呢，就是会比较独立的执行货币政策，该刚的时候也可以刚，但遇到压力的时候也会稍微妥协，也就是说配合财政部、配合总统。
你比如说，他开始顺应共和党的诉求，逐渐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疫情期间也和财政部联合去给地方政府、给中小企业贷款等等。这些呢，你不能说美联储认怂了，因为确实有这个必要，但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宽松的，就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也会兼顾到白宫，兼顾到财政部。所以现在独立性评分8分。这100多年咱看下来，你是不是有点感觉了？底层上，联邦储备法保护了美联储的独立性，但实际上还是需要具体的人和人的博弈。咱来看看特朗普他准备怎么博弈，白宫、财政部他有什么办法来治美联储，来给美联储施压？第一招就是人事。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开除鲍威尔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不能。除非特朗普他能举出足够的正当理由，就比如说证明鲍威尔他违法了、严重失职了、他道德败坏、精神失常等等。感觉特朗普想要开除鲍威尔，可能得走个劳动仲裁。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美联储主席的任命机制是这样的：美国总统提名，然后参议院通过，4年1届，可以连任。已经在任的主席，总统是不能因为他仅仅对美联储的政策不满意就把他开了。所以特朗普即使想把他换了，也得等到他4年任期结束才能任命新的主席。鲍威尔是在2018年特朗普第1任任期被提名就任的，后来拜登任期的时候连任，所以他是到2026年到期。特朗普倒是可以像之前尼克松针对马丁那样，提前宣布下一任主席，通过这个影子主席来架空鲍威尔，但目前为止他还没这么干。不过我跟你说啊，特朗普他实际上要想影响美联储，他不一定非得逮着鲍威尔这一个人下手，因为美联储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实际上，美联储这边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联邦公开委员会，叫 FOMC 共同决定的。这里边每个人投票的权重都是一样的，所以理论上这个主席并不是说就有更大的投票权，更不是说全听这个主席的。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假设他能控制这12个人里边的大多数，他就可以控制和影响美联储的决策。从机制上来说，这12个人里头是有7个由政府指派，5个来自地方储备银行的行长。具体怎么轮换、怎么选，感兴趣朋友可以去看我们讲美联储那期视频。总之，他搞这么多人一起决策，就是为了去平衡政府、银行还有市场这3方的关系。但即使是政府选的那7个人，他也不是说换就换的，每个人都有14年的超长任期，每2年有一个到期。你就比如说鲍威尔，虽然主席他是26年到期，但是这个理事任期是到28年才结束，所以即使明年他退下来了，他大概率还是会在12个人这个团队里去做理事，他还是拥有投票权。其实一直以来，政府试图影响美联储的方式，除了任命主席以外，就是往这个 FOMC 里边塞更多鸽派的人。鸽派就是那种主张货币宽松的人。一般大家去分析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都会去分析这12个人谁是鹰派，谁是鸽派，每个人什么倾向。很明显的能看到，政府选的那7个人，大多数都偏向于鸽派。鹰派呢，基本都来自于储备银行这边。白宫是在持续性的通过人事任命，间接的影响美联储的决策。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不可能一下把7个人全换了，所以想要立竿见影还是比较难的。好，特朗普想干预美联储，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行政令。虽然你想改立法很难，但是总统他可以通过行政令去临时性的限制美联储。比如说今年2月份，特朗普就发布了一个14215号行政令，要求所有独立机构在发布重大法规前必须提交给白宫审查，并且你还得定期跟白宫沟通。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特朗普和贝森特想要限制美联储在监管方面的权利，想要让它放宽监管。其实除了这2招以外，特朗普影响美联储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舆论。就说人家欧洲都降息了，你怎么还不降？美国经济再这么下去就完了。鲍威尔，你总是来不及，总是错，总是 too late。总之就是想通过这些去影响舆论来给美联储施压。不过目前看来，这招的效果不太明显，甚至还有一点适得其反。其实吧，你别看特朗普贵为美国总统，地球上可以说很少有人权力比他大了，但让他最无可奈何、无计可施的机构之一就是美联储。你看，他对其他的部门、组织甚至国家都可以直接扔出各种重磅政策，只有对美联储，他骂的比谁都狠。但具体到那种实打实的物理攻击上，一招也不出。刚没忍住，威胁说要开掉鲍威尔，不到1个礼拜就认怂了。你再比如说那个行政令，说干什么都得跟白宫汇报。虽然说削弱了美联储的权力，但他也只敢围绕在监管上，因为那个行政令里边专门明确加了一条，说不包括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是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不用经过白宫审查。为什么呀？他完全没有必要加这一条啊。这个其实侧面印证了一个逻辑，就是白宫他不敢，他虽然想，但是他不敢过多的干预美联储的政策，即使想尝试，都是那种极其小心翼翼的。就是因为美联储它不简简单单是个独立机构，它背后有人撑腰，对美国政府起到震慑作用的是市场的信任。你看，从1951年到现在，马丁、沃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鲍威尔，他们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了这种可以延续的市场信任，就是因为这个信任支撑了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让全球的资本、全球的央行没什么太多的顾虑投资到美元。我敢说，这份信任那是远超市场对美国政府的信任的。
你看关税听起来非常重大，连接了那么多国家。我们上期也分析了，它进口实际的 GDP 只有3万亿美元，范围广，但连接程度没那么紧密。而金融市场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说它是深深连接到了美国的骨髓里的。不管是政府的债权、所有大公司的债权、所有大公司的股票，背后都是建立在全球市场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的信任的。而这个背后的一个定海神针，就是美联储。所以特朗普这边逼他降息是一回事儿，但要一不小心动摇了美元的根基，那可就糟糕了。贝森特也多次向白宫警告说，解雇鲍威尔可能会引发市场的动荡。不过吧，特朗普最近这一系列行为确实已经动摇了不少市场对美元的信任，其他国家多多少少都一定程度上在去美元化。虽然市场上普遍认为特朗普不敢动美联储，他不敢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但还是会担心，万一他哪天心情不好，甩出来个政策，这个如果真的发生，那对市场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黑天鹅事件。总统先生，我想让您知道，我已经降低了贴现率，帮您成为了总统。怎么这么贱呀？就迎来了美联储的高光时刻，保罗沃克啊，押上韵了，史称沃克奇迹，我自己加的。